大唐永兴军制置使外臣李元清参见大王。使君来此，是为了国家，还是为了生意？为国家，亦为生意。大王不能卖。吴越祖训：谨守臣道，善事中原大国。而今赵官家有南征之意，而国中却卖战船于南唐，有悖臣道，有违大事。若遍经天子，问罪于大王，大王当何以自处？阿俊也说说。回禀父王，两国相争100年，仇仇如渊，波涛之上，战船是输赢，是胜负，更是国运，岂有将国运拱手让人之理？阿平怎么看？回禀父王，儿臣不知。你自然不知，如此大事，亦不用你知。随便说说即可。敢问那位使君，出了什么样的价钱？大郎兄，在百人之走葛，银券1000两匹；在百人之蒙冲战兆，银券15000两匹。至于可在300人以上的斗剑，银券10万两匹。敢问相公，国中新造战船未与列装者，得有几何？自去年正月至今，新造斗舰8艘，其中战兆60有7，其余飞索走葛，计略不详，200-300艘总是有的。大伯父，那是为国中水军所造，用来替换老旧战船的。世子说的是。父王，儿臣不知那些替换下来的老旧战船，依例如何处置？你说该如何处置？大郎兄的意思是，将那些替换下来的旧船折价卖与南唐。儿臣认为，可以不折价。难道旧船也按新船的价格卖？谁说那些是旧船了？刷些漆上去，颜色弄得鲜亮一些，连同南唐水军的旗号金鼓一并与它配齐。一艘花团锦簇的蒙冲战兆，让他拿3万两匹银券来换；另一艘崭新的飞梭走葛，值上个3000两匹，也不为过。至于巨舟斗舰，更是有价无市，天底下没处买去。30万两银券的价格，是断不容他商量的。父王，我儿会当家。动了。没动。动了。哎，父王，母妃。来，准备的如何了？父王，真的让儿臣去与他谈。阿平，你父王是个坏人，年轻的时候啊坑过人一刀，如今又叫你去坑人一刀更狠的。知道该如何与他谈吗？难不成真的那般去谈？儿臣在殿上都是浑说的，当不得真。
军国大事，确实不当如此儿戏。该你了。价钱，便按照你说的定吧。不过，姑不要银券，让李家拿粮食来换。诺。吴越鼠辈欺人太甚！陛下，臣有一计，可两全其美，更可使吴越前世自食其果。说来，前9要粮，是因为此番不独我大唐深受水患之苦，吴越国中亦受其灾，受灾州县人口怕是备于我朝，故此不要金帛，而要粮食，实在是国内缺粮，饿殍遍也。这才借我朝买船之机，大行勒索，为的是解自家之危。既如此，陛下可将计就计，先将粮食与他，催其交割战船。 7个州，20几个县，10几万的灾民等着赈济，府库中的存粮都拿来换了战船，朝廷难道要看着灾民活生生的饿死吗？陛下，可敕令与吴越援边州县打开关卡，放灾民南下救时。陛下不可。 陛下，民乃国之本啊！辽遣都驻地就在太湖西侧，可以就近设一处关卡。对，入卡的轻装可以先发去挖红林，以工代赈，不要让进行给你的地方。仅此一处白日，也有干粮战场灾民不下万数。大王，先生免礼，都准备妥当了。 苏州、湖州、衢州，共计16处关卡，沿途设了238处战棚，抽调了8000镇兵和2800名胥吏，由中书及州县112名各级官吏统领提调。自浙西营田司调拨了15万斛粮米，每处战棚都设有10余处周遭，并备有衣饰和各色药材。 多糜费些粮米，亦不打紧。务求有序啊！相府也发下了札子，将这桩差事纳入精遂考绩，各官所辖若能不死一人，即为上重。上。大王，朝廷故事，凡所考绩上者，力不受人，上中已是极美。我知道。 若能不死一人，相府录考绩为上，后缺者就地补官，时任者则进品质一级。可咱们缺人口啊，沈兄。臣明白。说起来，算是一军13州86县，可论及丁口数。 却连中原的3、5个大郡都不足啊！想明白了吗？父王这笔生意，不只要南唐的粮。你记住了，民为国之根本。 所有人排成2队，排好队，不要在此停留，领了吃食，接着往前走。不要在此停留，领了吃食，接着往前走。排好队，头站在5里之外，头站在5里之外。
来，大家排好队啊，在前面领卒。跟大家说一下啊，一户领1根，只能领1根。一户最多领1根，不要多领。1根签就是10亩田。哎，不客气。到了开州，今岁有田，明年起屋。前方有教，3年之内捐赋钱粮全免。吴越核心腹地，地势平坦，土壤肥沃，且雨量丰沛，尤以水稻种植，素为鱼米之乡。此区域远离与邻国的冲突前线，相对安定，安置灾民于此垦植，既解决其生计之困，促其发展，亦加速吴越核心区的开发，充实国力，巩固统治根基，可谓一举多得。前王此举，兹南唐以兵甲周赵，坏朝廷之混一大计，以锱铢之力量，统硕之辖，以偏鄙之行，分全局之势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臣以为当下诏申斥。总有些人拿朕的话当耳旁风，朕总是想给他留些脸面，他也是不能了。